裴荣离开京城的那天是隆冬，清晨大雾。我去送他，他穿了一件玄色的狐裘披风，磅礴的雾气模糊了他的面容，我只能听到他说话的声音。阿英，帮我照顾好婉婉，等哥哥回来，给你介绍一位如意郎君。他叮嘱我。放心吧，我会的。我答应他，语气温婉和顺。我不会告诉他，等他明年出征回来，他的婉婉早已嫁人。太子薛居将会对他一见钟情。薛居曾是皇后有意指给我的夫君。我也不会告诉他，这辈子他休想再踩着我的尸骨登上高位。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那天我站在风雪中良久，上辈子的惨死让我彻底看清了哥哥和祖母的嘴脸。我以为他们只是偏心柔弱不能自理的表妹，却没想到他们是真的对我没有丝毫情意。这是一座吃人的将军府，亡魂只有我一个。我回到府里的时候，李婉婉正在陪祖母用早饭，见我回来了，她立刻满心欢喜地迎了上来。表姐，表姐，今儿早膳，厨房做了冰糖炖雪燕，甜丝丝的，最是滋补了，你快尝尝。她说着，就眼疾手快地盛了一盅燕窝放到我面前。你表姐在天后娘娘身边当差，什么好东西没见过，轮得到你巴巴地拿盅燕窝献殷勤？上手的祖母笑道，又慈爱地看向张婉婉，眼中是满满的怜惜和疼爱。你身子骨弱，这金丝血燕可是荣哥特意让人寻来的，最是能益气养血，你多吃点吧。李婉婉是姑母的女儿，双亲去世后就一直被祖母养在了将军府，也是哥哥裴荣的心上人。她自小身娇体弱，仿佛一食一饮都需要精心照料着，用祖母和哥哥的话来说，就是婉婉身子骨弱，我身强体健，总要我多照顾她些。祖母说的是，但这滋补的东西不宜贪多，过犹不及。况且我虽然在天后身边见过不少好东西，但这是表妹的心意，我不能辜负了。我善解人意地将燕窝接了过来，吃了一口，舒服极了。祖母笑意僵在脸上，却也不好发作。李婉婉没燕窝吃了，小嘴巴巴个不停，故意恶心我。可惜我身子骨弱，不能像表姐一样出去做事，为咱们府上增光添彩。我自小少年持重，尤其是13岁到天后身边做了女官之后，越发变得端庄有礼，沉默寡言。用哥哥裴荣曾经调侃我的话来说，我的一举一动就好像是刻在模子里的，规矩是规矩，但总觉得死板得紧。祖母和哥哥都爱极了表妹李婉婉天真烂漫、活泼可人的性子，说她身上充满了朝气。到底是朝气还是茶气，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了。我今朝本来是想和你一起去送表哥的，可外祖母竟没让丫鬟叫我，说什么怕我冻着，外祖母真谨慎了，我又不是纸糊的美人灯。李婉婉不开心地说，声音娇憨清脆，配上她天真无邪的容颜。这番话说出来，倒不像是不满的抱怨，反而像是小孩子和长辈的撒娇。好你个呷醋的猴，我好心疼你，你如今倒抱怨起我来了。上手的祖母听到这话也没恼，只是笑呵呵地看着表妹，满是宠溺和纵容。花厅内一时间孙子女笑，其乐融融。我坐在椅子上，慢条斯理地吃着燕窝，内心无动于衷。早在上辈子临死之际，我内心对亲情的最后一丝渴望就灰飞烟灭了。表姐，我绣的香囊你有没有替我转交给表哥啊？里面可是装了我特意让彩月去白马寺求的平安符呢。李婉婉见我始终不说话，过来拉我的衣袖。交了，哥哥很喜欢。我说道，语气波澜不惊。婉婉还知道去求个平安符，倒是你这个做妹妹的，可给荣哥准备了什么？吃饱的祖母捧着茶盅喝了一口，慢悠悠的又看向我。她自然地忽略了李婉婉的平安符是让丫鬟求来的，也忽略了哥哥裴荣出征的大小事宜都是我操办的。但这些外物在祖母和哥哥眼里都比不上个表妹的一个平安符来的真心实意，从小就是这样，我已经习惯了。想到我在边关给哥哥准备的大礼，我露出了一抹真心的笑。祖母放心，边关苦寒，我为哥哥准备了一件御寒的墨狐裘，虽然花了很多功夫和银两，但好在哥哥喜欢。哥哥今早走的时候还穿着呢。闻言，祖母脸上才好看了几分，没再因为一碗小小的燕窝给我脸色看。
听说天后前些日子赏了你一只燕地来的红参。祖母又话锋一转问道。红参难得，尤其是燕地的，最是补虚益气，腹脉固拖不过。燕城郡的郡守也不过进贡了6只，天后看我这段时间半差忙的形容憔悴，黑眼圈都出来了，于是送了我一只。我知道祖母的意思，上辈子这只掺进了表妹的肚子里，这辈子可没那么好的事了。天后吩咐御膳房炖了，我前几天在宫里吃完了回来的。祖母深呼吸一口气，瞪了我半天。天后的旨意，谁敢质疑？祖母自然不敢，只能默不作声的大喘气，活脱脱被气炸了肺。李婉婉也一脸的不甘心，但以我的身份地位，他们奈何不了我。谁叫我有权势有官位，而他们身居内宅呢？转眼李婉婉就调整好了，拉着我的手说城外玉霄庵的梅花开了，问我休沐日能不能陪她去看，顺便为哥哥裴荣祈福。作为一个善解人意的表姐，我自然是欣然应允。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太子薛居也会去。玉霄庵的梅花开得很好，占地10余亩的梅林，放眼望去，红艳艳的一片，走进其中，古树参天，繁花簇簇，更有暗香浮动，丝丝缕缕，沁人心脾，让人不自觉地沉醉其中。烧完香出来，表妹就吵嚷着要去看梅林，她因为身体不好，常年被祖母拘在将军府中，如今难得出门一次，自然显得兴奋得很。表姐，我都没看见人挨，这里真的好清静，梅花也好好看。表姐，我从未见过这么好看，这么清雅的梅花。表姐，你明年还陪我来看好不好？一进梅林，表妹就仿佛撒开缰绳的小马驹，兴奋地穿梭过株梅花之前，一边奔跑，还一边喊我，笑声清脆，宛如坠落人间的明艳仙女。这条玩赏的路是我特意挑的，人迹罕至，因为祖母叮嘱说，表妹喜静，让我好好安排，别让她被人冲撞了。作为一个孝顺的孙女，我自然是要遵守的。你谁呀？走路这么莽撞，你撞疼我了。前方传来表妹带有哭腔的声音，我赶紧走过去，表妹正捂着膝盖蹲坐在雪地里，波光潋滟的眼睛里还挂着泪痕，正不满地看着面前的人。与她相撞的是一个少年，少年大概15、16岁的年纪，身着一袭风骚的锦缎红衣，披着白狐裘，簪着紫金冠，手里还装模作样的摇着一把白纸扇，圆圆的小脸又白又嫩，明显一副养尊处优的富家公子样。那个姑娘，少年看表妹看的眼睛都直了，说话也结结巴巴。我自然认得这少年正是皇后和皇帝的独子，当朝太子薛居。裴，见我来了，少年立刻变得端正起来，但神情却越发显得紧张了，就像是老鼠见了猫。小公子好。我打断了薛居的话，没有暴露他的身份，又转而吩咐表妹身后的2个婢女，彩月、彩霞，先扶你家姑娘下去马车休息，把鞋袜换了，别着了凉。寂静的梅林里，只剩下我和薛居2个人。太子不在东宫好好读书，怎么跑到梅林来了？我看向薛居，声音平静。那个，是王福说，玉霄庵的梅花看得正好看，所以想出来走走。对，都是王福这厮拾掇我的。太子薛居涨红了脸，指着身后的小黄门回答，就像被逃课后被先生抓到的学子。我笑而不语，平静地打量着他。好，我招了都行吧，是我自己读书读厌了，想出来散散心。薛居讪讪，小声嘀咕，又讨好地凑到我身边。裴世照，裴女官，裴姐姐，我这真的是第一次，我发誓，你就当没看见好不好？千万别告诉我母后好不好？行吧，殿下，只此一次，天后娘娘对殿下寄予厚望，殿下还当多多勤勉进学才是。我平静地开口。一定，这次就谢谢裴姐姐了。薛居点头如小鸡啄米，连连向我作揖道谢，最后一脸讨好道：裴姐姐，我看你脸色比之前好多了，看来燕地红参真的有用。我那里还剩2只，回头我让人给你送过来。太子薛居其人，游手好闲，心思纯良，用皇后的话说，就是除了不爱读书，不爱朝务，那就是什么都好。简而言之，就是小孩心性。我13岁就到了皇后身边做事，一路成长为皇后的心腹，6年的耳濡目染。
人人都说我和皇后是越发像了，无论是言谈举止还是手段心态，皇后也说我像极了她年轻的时候。因此，宫中的皇子公主无不对我又敬又怕，一如对皇后一般。裴世照，刚刚那女子是谁啊？年方几何？成亲了没？薛居又问。是我表妹，去年8月刚刚及笄，还没成亲。我说道。呵呵，刚好，刚好。薛居兴奋地搓搓手，哪有少年人不爱李婉婉这样活泼明艳的姑娘呢？我知道，薛居是对李婉婉一见钟情了。表妹还在等着，臣就先告辞了。雪天路滑，王福，照顾好太子。我又说道，行了一礼，转身离去。刚没走多远，身后传来薛居和王福小声的议论声。哎呦呦，真的吓死我了，就跟母后站在我面前一样。你说裴女官好端端的一个姑娘，怎么能给人这么大的压迫感呢？这是薛居的声音。裴世照是由天后娘娘一手调教的，自然是像的。之前天后娘娘不是还想让您娶裴世照吗？说是正好管束一下您。这是王福的声音。别说这件事了好不好，我真的会做噩梦的。薛居愤愤不平，声音中透露出一股劫后余生的庆幸。还好裴世照看不上我，拒绝了，要不然我真的惨死了。我从宫里下职回来的时候，敏锐地感觉到府中的气息与往日不同，死寂和沉闷的可怕。祖母身边的嬷嬷告诉我，武后宫里来了一道圣旨，将表妹李婉婉指给太子做良缘。传旨的太监刚走，府里就如天塌了一般，祖母更是一个劲地骂我。走进花厅，果不其然，祖母和表妹正在抱头痛哭。安英，天后娘娘不是最器重你了吗？你去跟她求求情啊，你表妹可是正经的官家嫡女，怎么能给人做妾呢？祖母用命令的语气说道。外祖母，我不要嫁入东宫，我不要去做什么劳什子的良缘。表妹李婉婉缩在祖母的怀里，梨花带雨，楚楚可怜。祖母可知，就这正五品的良缘位分，都已经是我在天后面前说尽了好话，才为表妹争取来的。若不然，凭着表妹将臣之女，天后原本只想给她个9品的凤仪。天后娘娘是如何的乾纲独断，祖母不会不知道吧？我冷笑，平静地饮了一口茶。皇帝有头风病，发作起来欲生欲死，所以这些年的朝廷政务基本都是赵皇后在打理。前年赵皇后上了尊号天后，与皇帝并称为二圣。我13岁就到了她身边做事，赵皇后行事果决，雷厉风行，死在她手里的人不知凡几。但是皇帝一直都是顺着她的，所以身边朝野内外对她无不是又敬又怕。可咱们裴家可是为朝廷立下汗马功劳的，你父母都是为国捐躯的。祖母又不甘心地说，这和表妹有什么关系？表妹姓李。我平静地说，10多年前，姑父从前在边城做官，匈奴犯边，来势汹汹。姑父不仅不英勇抵抗，反而心生惧意，弃城逃跑。后来皇帝大怒，将李氏一族。表妹是因为未满3岁，又有着父亲的求情，才活了下来。事情没有了转圜的余地，表妹最终还是无可避免地嫁入了东宫。祖母唯恐她受了委屈，将36台的嫁妆塞得满满当当。表妹的婚事了，我和太子薛居的事情却再次被赵皇后谈起。这天，我正在伺候赵皇后簪花，她却也要我也挑一朵，于是我也挑了一支粉色的芍药。阿英，你这眼光不好。赵皇后看着那朵粉色芍药笑了，起身将我安坐在梳妆镜前，从托盘里拿了一朵正红色的牡丹簪到我头上，望着镜中的人影，啧啧称赞。芍药娇艳归娇艳，但粉色终究是次色，登不得大雅之堂，还是要国色天香的牡丹才好看。他又让人取来他年轻时的16裙让我换上，让工人给我画上了他最爱的妆容。看看多鲜活的美人啊，多像本宫年轻的时候啊。赵皇后很满意，又叹了口气，说起往事来。皇帝将本宫从天圣寺接出来的时候，本宫差不多也是你这个年纪，一转眼却白头发都有了。赵皇后原是先帝的宝林，先帝驾崩后因为无子，被冲入天圣寺落发为尼，后来被皇帝接了回来，初封为婕妤，在皇帝原配张皇后被封为庶人赐死。张皇后之子吴王被放逐就藩后，她又凭借生下薛居，顺利升迁为皇后。
你知道本宫想撮合你和太子吗？他问我，之前他开欢笑般的提过，想让我嫁给太子薛居，对我已暂不考虑婚事婉拒了。因为你足够聪明，足够有野心，你是本宫一手培养出来的。你继承了本宫的意志，太子什么都好，就是心思太纯良幼稚，和你刚好是良配。本宫老了，很多事情已经来不及了，但你若日后能站在本宫的位置上，本宫相信你可以将本宫想完成的那些事继续下去。赵皇后看着我，目光深沉。这些年，赵皇后削弱世家，提拔寒门，开武举，建书院，改尊号，明眼人都知道，她的野心不止于做一个贤良淑德的皇后的野心。那些文官清流都担心皇帝先逝后，本宫会称帝。阿英，你认为呢？他又问，声音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我摇摇头。阿英，你果然是懂本宫的。他心满意足地笑了。本宫整顿吏治，肃清朝纲，就是想让那些男人看看，咱们女子若有了权力，作为未必比他们逊色。至于称帝，或许曾经偶尔有过这个想法吧，可如今想想，还是做六郎的皇后更让我欢喜些。六郎指的正是如今的皇帝薛洛，他在先帝的一众儿子中行六，赵皇后比他年长3岁。从前皇帝接回赵皇后的时候，很多人都说她是为色所迷，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赵皇后年老色衰，皇帝却依旧敬她，爱她如初。他们的儿子一生下来就被立为太子，他们是真心相爱的，只是这段爱情掺杂了父子伦理的错位和女长男少的年龄差异，所以在太多人眼中觉得过于荒谬和不可思议罢了。你和太子的事情，本宫不会勉强你，左右太子还年轻，本宫也是23岁才成为皇帝的妻子的。牵牛卫的军权先交于你，等你尝过了甜头，你会明白权力的好处的。赵皇后话语笃定，仿佛料定了我会接下这事一般。我的确接下了，她说的对，我和她一样，都是有野心的人。重回一世，没有人比我更渴望登上权力的巅峰。那些欺我辱我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从宫殿出来，刚好遇见来给赵皇后请安的太子。裴女官，你今日怎么穿得这样明艳，竟跟我阿娘年轻时如出一辙。太子薛居惊讶地望着我，我笑笑，给他行了礼，说起别的事情来。李良缘在东宫可安好？薛居脸色有些尴尬，赶忙将我拉到一边，低声耳语起来。裴姐姐，你那表妹在家里性子也是这样刚烈吗？只要我一靠近她，她就拿着剪刀寻死觅活的。别看她嫁入东宫这么久了，我连她手都没拉过。薛居话语里是显而易见的郁闷。此事在我的意料之中，可要臣去劝劝她。我问。别，千万别！薛居连忙拒绝。我是没把你当外人才跟你讲的，这事你可千万别跟第三人说起。人是我自己要娶的，后果也自然是我自己受。小姑娘性子烈点很正常，都说烈女怕缠郎，我就不信我锦衣玉食，甜言蜜语的宠着她，就没有感动她的一日。情窦初开的小太子斗志昂扬，虽然受挫，可依然心怀对爱情的美好憧憬。我对他表示了祝福，但我知道这一天是不会到来的。我也知道表妹在坚守什么，她在等我哥哥，也就是青梅竹马的裴荣回来救她。只是结果注定要让表妹失望了，裴荣会回来的，只是这一次他自身都难保，又如何能就得了心上人？裴荣凯旋，带着一身显赫的战功和无法治愈的残疾，他断了一条腿和一只手，再也不能纵马驰骋，就连衣食起居都要人伺候，再不复从前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模样，整个人显得格外潦倒和颓唐，心情也暴戾了很多。在得知表妹李婉婉已经嫁入了太子府，并且是与我去玉霄庵赏梅花，才撞见太子薛居的。他直接一杯热茶向我砸来，滚烫的茶水溅了我一身。旁边的祖母充耳不闻地捻着佛珠，对这一切视如无物。自从表妹以良缘身份嫁入东宫，祖母就越发不喜欢我。在她看来，我是天后的心腹，只要我给豁出脸面去，表妹的位置一定是能再升一升的，或许是太子妃也未尝不可能。对此，我懒得跟她解释，只能说她异想天开。反正自小表妹在祖母眼里
就是千好万好，什么都配得上的。阿英，我临别千叮咛万嘱咐，要你照顾好婉婉，你就是这么照顾的。裴荣眼里是毫不掩饰的狠厉，看向我的目光，不像是兄长看妹妹，倒像是看向什么有着血汗深仇的敌人。哥哥，你可知那玉萧安是表妹吵着要去的，在梅林中也是她随便乱窜才撞到太子的。我没有一丝恼怒，说话的语气一如既往的温婉和顺。她天性活泼，你知道天后有意赐婚，你就该阻止才是。裴荣依旧认为我是罪魁祸首。哥哥这话说得好可笑，我冷笑，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女官，哥哥凭什么认为我能阻止天后？哥哥如今立下了战功，是正三品的云辉将军，比我位置高得多，比我分量重得多，哥哥可敢阻止天后的决定？哥哥怨我不帮表妹，你可知就他这2员的位分，都是我在天后面前说尽好话，甚至用了功劳相抵，才为他换来的。哥哥若不信，大可去宫里亲自打听。哥哥也不必同我如此叫嚣，如今天下太平，多的是人觊觎军权。如今你落了残疾，不能纵马驰骋，不能发号施令，哥哥认为，就凭借父亲的余荫，你能全力掌控神武军多久？神武军共6营2万余人，是父亲生前一手建立起来的军队，裴家在其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难以匹敌的威信。这支军队的很多将领都是父亲的门生，颇为桀骜不驯。后来父亲战死，主帅将领一时间争议者众多，最后为了服众，也为笼络人心，朝廷就让年仅15岁的哥哥继承了这支军队。裴荣是不会放弃对军队的掌控的，所以如今他对我闹过，骂归骂，还是得依靠我来辅助他，为他传递书信，带他起草号令。毕竟我是裴家人，还是他妹妹，是个女人，总的来说是最值得信任而且好掌控的，不是吗？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从宫中当值回来，就开始投入协同裴荣处理军务的事宜之中，给他念军中传来的各种书信，替他代笔发号施令等等。裴荣依旧对我横眉冷对，甚至会故意谩骂我。他对太子薛居也是多有不满，经常说夺妻之仇不共戴天。我不反抗，继续表现得很顺从，忙碌之中，对神武军的情况也越发了解深入，甚至某些时候针对某些事情给出的建议，比裴荣想的还要合适。那些父亲的门生将领们也对我颇有赞誉。你不要以为叔伯们夸你几句，你就真的能插手神武军了。你一个女人，你只配辅助我而已。裴荣冷笑，我没有反驳，只是继续乖乖地为他念军中传来的折子。转眼就到了年关，宫中休沐，太子薛居也陪着表妹李婉婉回了将军府。在我面前暴力无状的裴荣，在太子和表妹面前的表现得很是彬彬有礼。我知道他这是怕太子薛居察觉到他和表妹过往的情谊，进而牵扯到李婉婉。听说殿下爱马，将军府的马厩里有好几匹陈从战场上缴获而来的汗血宝马，流出的汗水都是红色的，就像血一样。殿下可要去看？拜见过祖母后，我陪着他们来了裴荣的住处，坐下没寒暄几句，裴荣就提起了马的事情。薛居是孩子心性，好奇心盛，我知道裴荣这是在故意找借口支开薛居。果不其然，薛居一听立刻就兴奋起来。真的吗？居然会有马流的汗是红色的？云辉将军，我要去看，我要去看。太子薛居被人带着去马厩了，我也故意找了个借口告辞，给2人留出叙旧的空间。我并没有走远，而是藏在院外一个枝繁叶茂的古树上，用千里镜偷窥他们的一举一动。我看见表妹李婉婉被裴荣死死地搂在怀中，2人相顾无言，泪如雨下，先是你侬我侬，说了好一番的甜言蜜语，接着裴荣又开始诅咒薛居的横刀夺爱。表妹李婉婉也梨花带雨地控诉我当日的冷眼旁观，说我助纣为虐。婉婉，你等等我，最迟在2-3个月，我一定接你出来，风风光光地娶你。所有伤害你的人，我都要他们付出代价。裴荣言辞愤慨。表哥，你是说吴王？莫非皇上？李婉婉迟疑片刻，又仿佛明白了什么。皇帝病重，御医说最多活不过3个月，虽然赵皇后竭力隐瞒着这个消息，但有心人未必没办法打探到。而显然裴荣和他背后的人
就是这有心人之一。吴王是元后嫡子，天命所归，但此事不宜声张。我早有安排，裴荣胸有成竹，又掏出一个小巧玲珑的玉瓶，递给李婉婉。这是从前机缘巧合之下得来的西域秘药，无色无味，就算是御医也未必认得，只需要一滴就能让人暴毙。你回到东宫后，先与薛居那小子虚与委蛇，等得到我消息后，就找个借口骗他喝下。难怪上辈子薛居会忽然暴毙，原来竟是因为这西域秘药。我跳下树，转身去马厩找了薛居。薛居正在拿着牧草喂马，玩得不亦乐乎，丝毫没想过他心爱的姑娘正在别的男人搂搂抱抱，你侬我侬。你们先下去，我有话要和太子说。我对着裴荣安排的陪在薛居身边的小厮吩咐。小厮犹豫不决，怎么，莫非我不是这将军府的主子，命令不了你们吗？我话锋一转，语气骤然变得凌厉起来。你叫李贵是吧？若我没记错，应该是半年前刚买进来的。你们这批人的卖身契，貌似还都在我手里。裴荣粗枝大叶，祖母乐得逍遥，他们都不愿意管理府中的杂事，下人的卖身契都是我在管着的。小厮听到这话，立刻变了颜色，赶忙朝我行了一礼，恭恭敬敬地退了出去。裴姐姐，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讲啊？你放心，我绝对没有对欺负过你表妹，我都是好言好语的顺着她的，我发誓。我神情严肃，和我一下子四目相对，薛居瞬间变得紧张起来。此事不重要，我平静地说，把薛居拉到了一个偏僻隐蔽的角落，将他抵在墙上，掏出一个蜡封的白瓷瓶，快速地塞到他手里，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清的声音低语：太子，这瓶里装的解毒丸可解百毒，你感到不对劲的时候，一定要服下，记得此事不能对任何人说起，哪怕是我表妹，记住了吗？记住了，记住了。薛居虽然一头雾水，但还是乖巧地点点头。皇城丧钟响起的时候是午夜，钟声连敲了9下，寓意95之尊的离世。快，来人，快扶我起来，快取我的宝甲和披挂来。屋内，裴荣激动得不能自己，但是却没有人答应他。我平静地走进屋中，裴荣已经挣扎着坐了起来了。你怎么来了？裴荣一看我，脸色就沉了起来。下人被我打发走了，我听到你哥哥的呼喊，就来了。我声音波澜不惊。让我猜猜，哥哥大半夜的披坚执锐，是要去迎接谁呢？要去迎吴王是吧？只可惜，结果注定要让哥哥失望了。你什么意思？天后从前给我一道令牌，让我世袭从权的时候可以调度3000羽林卫。吴王此番以请安为名入京，好像也只带了2000人吧。若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如今一入京城，应该就被羽林卫拿下了。至于神武营那边，那些投靠哥哥和吴王的将领也已经被控制了。我慢条斯理地说道，上辈子也是这样的一个夜晚，皇帝驾崩，哥哥带领的神武营和吴王的人里应外合，成功发动了政变。之后天后被莫名逝世，太子薛居心痛暴毙，吴王顺理成章的继位，有着从龙之宫的裴荣被封为异姓王，接回了被薛居霸占的表妹李婉婉，二人喜结连理，好不风光快活。天后被贬斥为聘姬司臣，祸乱朝纲的妖后。至于我裴英，这个从前天后的心腹，也被指认为乱臣贼子，和其他人一起处死了。裴荣大义灭亲，从头到尾冷眼看着我被处死。我还记得他对我说的最后几句话：你应该庆幸自己生做女儿身，哥哥才让你活了这么久。不过你千不该万不该，学天后一样玩弄权术，你算什么东西，真是不自量力。我没想到，再一睁眼，我居然回到了裴荣出征前。于是这一世，我故意让人在战场上弄废了裴荣，借着协助他处理军务的机会，开始插手神武营。我要以此为契机，来改变我上一世的结局。我要打碎裴荣的美梦，让他尝尝跌入泥潭的滋味。我将我的布置，我的安排，一点点讲给裴荣听。他的脸色越来越差，看着我的眼神，仿佛是吃了我。原来竟是你在作怪。他怒目圆睁地看着我，咬牙切齿地说道：我是裴家的嫡子，是神武营的继承人，你一个捡来的贱婢，你一个女人，你怎么敢插手军权，敢如此忤逆我？我冷笑，
一耳光打在了他的脸上。裴荣，我不过是看在你我同被父母收养的份上，才喊你一声哥哥，你莫是以为自己真的流着裴姓的血脉吧？同为名名字，你跟我都是一样的。我毫不客气的了，戳穿了他心中的所有骄傲，话语犀利。你以为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什么都知道。裴荣和我一样，都是被父母收养的。父亲成亲后一直无子，为了躲开流言蜚语，于是他带着母亲千万边关任职。去到边关的第2年，他们秘密抱养了一个男孩，取名裴荣。这裴荣3岁这年，母亲千辛万苦终于怀孕了，却踩中了地上的水渍，滑倒流产。从今以后再不能生育。父亲为了安慰他，又抱养了一个女孩，这就是我。在我们面前，父母从未隐瞒过我们的身世，自小教育我们要兄妹相亲，互帮互助。裴荣也始终表现出一副好哥哥的模样，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他装的。导致母亲滑倒的那些水渍，就是裴荣弄的。他生怕母亲生下亲儿子以后，就会不喜欢他。在我7岁那年，母亲领着我们去祭祀这位早逝的哥哥回来后，我曾亲眼撞见裴荣在花园的假山里烧纸，边烧边喃喃自语，说什么要怪就怪你命不好，父母只能有我一个儿子之类的云云。在我10岁这年，敌寇频频来袭，边关形势紧张，父母将我们送回帝京。为了防止祖母喜欢我，裴荣在回京不久就偷偷告诉祖母，我其实是抱养的。他这个人心胸狭隘到极点，也自私自利到极点，和那个表面天真活泼，实则却最是心机深沉、矫揉造作的李婉婉堪为绝配。裴荣，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个女人，看不起我，却又处处防备我，是不是你自己也知道？你根本没有你想象的那么优秀，你今日的一切不过是仰仗父亲的余荫罢了。你害怕，你畏惧，你怕别人说你连个女人也比不上，所以你才会如此患得患失。我知道裴荣最敏感的地方是什么，于是话语越说越直白，言辞越说越犀利，每一句话都直往他心窝子里扎。不，你住口，你住口！裴荣红了眼，愤怒咆哮，起身想推开我，却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上，再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像极了一个可怜虫。就像赵皇后说的，女人真的比男人差吗？不是的，在民风开放的边城，我和裴荣曾一起读书习武，裴荣比我年长，但我的表现却比裴荣优异得多，无论是骑马射箭还是读书习字，我都远超他，就连父亲也多次惋惜，可惜我不是个男儿。或许就是从那时起，裴荣就对我充满了防备和嫉妒了吧。我叫来贴身禁卫，让他们严加看管好裴荣，别管他骂什么说什么，都不用过问。祖母那边也是一样的，只要不让他们饿死或寻短见就成。等我抵达皇宫的时候，皇帝已经入殓了，在公道上正好遇见薛居。都结束了？我问他。都结束了。薛居一身素服，声音沙哑，裴姐姐，多谢你的解读完了。其实那天从婉婉看向云辉将军不同寻常的目光里，我就觉得他们大概或许是有些关系的。于是当天晚上回去，我就跟他说，虽然是我一见钟情强娶她的，但是我和他并没有亲近过。如果他真的喜欢裴荣，我可以补偿他，放他走，母后那边我也会去处理。我只是想要个结果而已，可他却告诉我他没有，他说他们是清白的。裴姐姐，你说我看起来是不是特别蠢啊？薛居声音低沉，一夜之间仿佛长大了很多。不是你蠢，而是有的人，他们的心本来就是坏的。我看着东方微微发白的天空，长长的叹了口气。我最终选择嫁给了薛居，做了他的太子妃。我们的婚礼是在校期内办的，一切从简从速。新婚之夜，他苦着一张脸，比皇帝出殡时还要显得低落难过。我全当他是个长不大的孩子。裴姐姐，我也不是讨厌你，我就是有点怕你。我总觉得你跟我母后太像了。以后我要是表现不好，你会不会也罚我抄书，让我去桂太庙啊？薛居红着一张脸，紧张兮兮地问我。殿下，抄书这种事情是没什么用的，太庙如今还在给先帝做水陆法会，聚集了一堆出家人，我也不会让您去桂太庙的。他劫后余生地松了口气，我只觉得好笑。
不过我前些寻访到了一位圣贤，我已经和母后说过了，把他请进宫来。从明天起，他会教您为君之道、治国之道等等。当然，如果您不好好学的话，您的一日三餐可能就只有裴荣那样的粗茶淡饭，就当是为您瘦身了。我说道，我没有杀裴荣，也让薛居留了李婉婉一条命，我把他们关在一起，关在府里最简陋的院子里，12个时辰严加看管，每天只给一点清水，几个糠比馒头，让他们卑贱的、痛苦的、生不如死的活着。祖母骂了我很多，骂我薄情寡义，骂我狼心狗肺。我充耳不闻，只让人好吃好喝的供着他，养着他。我要让他们全都好好活着，活着看到我登上权力的巅峰。我要让他们永远如同蝼蚁般活在我的脚下。我会好好学的。薛居没底气地说，又小声嘀咕了一句，要是学不会我也没办法，实在不行，以后我就跟父皇一样装病养老，你跟母后一样来处理政务得了。装病？我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父皇是有头风不假，可哪能天天发作啊？他就是觉得闲着很过瘾。母后也知道的，子承父业，我怎么不行？薛居说的理直气壮。我闻言没有对他多加斥责。既然有了一个天后，再有一个又何妨？我终究还是如天后所言，彻底尝到了权力的甜头。在那一夜调度羽林卫，掌控神武营，将裴荣按到地上蹂躏的时候，那种不再受限于男尊女卑，那种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快感，真的会让人沉迷。比起虚无缥缈的爱情，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人生。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